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已经来到4月份了。和3月份一样，4月也是一个忙碌的季节。在3月份的时候，我一共分享了2期适合3月种植的蔬菜，其中除了像土豆这样喜冷凉且生长周期较长的蔬菜外，那2篇视频中的大部分蔬菜在4月播种依然来得及。关于那2篇视频，大家可以在视频底部的说明栏查看相关链接，或者到我的频道主页去翻看一下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10种适合4月播种种植的蔬菜，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1. 秋葵。秋葵的生长温度要求较高，4月起大部分地方的温度都已经回升了，因此4月起开始播种种植秋葵是比较恰当的时候。作为一种结果类的蔬菜，秋葵的生长周期也是相对比较短的。当温度稳定在25摄氏度以上时，从播种到采收只需要不到40天左右的时间，采收期可以一直持续3至4个月，种植起来非常划算。不过种植秋葵对肥料的要求比较高，因此在秋葵生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对秋葵进行施肥，并且要及时剪去一些老叶、黄叶，以保证秋葵有充足的营养继续开花结果。关于秋葵具体的种植过程，在我以往的视频中有详细的介绍，大家可以在视频的底部说明栏查看相关链接，或者到我的频道主页去翻看一下。2. 红薯叶。喜欢吃红薯叶的朋友，现在起也可以开始种植了。种植红薯叶非常简单，只需把我们平时从超市买回来的红薯叶梗，一些叶子捡来吃了，将它的梗插进土里几公分，红薯叶便可以生长。不到半个月便可以开始收获。这是我去年种植的一盆红薯叶，一直采收到10月份。期间如果碰到红薯叶叶子变黄了，就要赶紧为它们施一些含氮比较丰富的肥料，这样红薯叶就会恢复绿色光泽。3. 红薯。红薯和红薯叶的种植时间一样，都是在气温回升之后的时节。它的种植方法和红薯叶也是一样的，不过种植红薯时要选择那种可以结红薯块的苗，或者用已经发芽的红薯，自己培育红薯苗也是可以的。如果是和我一样选择在盆栽种植的话，尽量选择口径大一些、高度深一些的容器。红薯的种植周期较长，现在种植的话，大概到9月份或10月份就可以收获一箱自己种植的红薯了。关于如何自己培育红薯种苗，以及如何在盆栽上种植红薯的全过程视频，在我的频道主页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4. 丝瓜。丝瓜的品种很多，从它的外表上大体可以分为这种有棱以及这种无棱丝瓜。这种丝瓜有些地方的菜友叫做水瓜。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同时对增强食欲、清热解暑有非常好的作用。种植丝瓜前，先用温水浸泡12小时，再把它放在育苗盆或一次性杯子上育苗。我去年在一个泡沫箱上种植的丝瓜，种植过程非常普通，没有进行剪枝，让它自然生长，最终也收获了20几个丝瓜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具体的种植过程和方法，大家可以到我的频道主页去看看。5. 木耳菜。进入4月，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一些耐热型的蔬菜都可以开始种植了。木耳菜是一种非常好种的蔬菜，不管是用种子播种种植，还是用枝条扦插繁殖，不管是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还是一整天几乎见不到阳光的小巷子，都是能够长得绿油油的。另外，在我早期的一条最不容易招虫的10种蔬菜里曾介绍过，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是极度不容易招惹害虫的。虽然被很多菜友们诟病它黏糊糊的，味道不太好，但是鉴于它是一种含钙量非常高的蔬菜，我仍然非常建议大家种植一些。6. 苋菜。苋菜在我们这里其实3月就可以开始播种了，这是我3月20几号播种的，
过去10几天了，它才长成现在这个大小。随着气温进一步提高，它的生长速度将越来越快。它与前面介绍的木耳菜、空心菜等等耐热蔬菜一样，从现在起，可播种季节将一直持续到秋季。苋菜是一种含铁量非常高的营养蔬菜，而且它也是非常不容易招惹害虫的。7. 菜心。菜心也是4月可以播种种植的一种叶菜。事实上，在我们这，它1年4季皆可种植。菜心含有丰富的纤维素、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。虽然相比前面介绍的2种叶菜，它更容易招惹害虫，但是它却是味道最为美味的一种。菜心从种子播种开始，1个月左右即可以开始采收。种植的时候，只要为它施足底肥，勤动手抓虫，不用打药，也是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的。8. 茄子。茄子与丝瓜一样，品种较多，有长条的紫茄子或者这种白玉茄。进入4月后，很多地方也可以开始直接露天播种种植茄子了。但是如果想提高它的出苗率，建议还是像我这样，在温水中浸泡12个小时，然后放在湿纸巾中催芽，等种子发芽后再进行育苗。茄子的生长周期较长，在我们以往的视频中有一条白玉茄的详细生长记录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频道主页去看看。9. 紫油麦菜。紫油麦菜是普通油麦菜的一个变种，相比普通油麦菜，它的营养价值更高，可以清燥润肺、化痰止咳，并且还有一定的降血脂、保护心血管等作用。这是我月初播种的紫油麦，现在它们已经发芽了。在我们这里，紫油麦也是1年4季皆可种植，但在4月份这种相对温和一点的气候更有利于它生长。进入4月份后，大部分地方也可以开始播种种植了。10. 苦瓜、冬瓜、葫芦等。到了4月份，最不能错过的便是瓜类蔬菜。大部分的地方进入4月后，这些瓜果类蔬菜都可以直接进行露天育苗了。瓜类蔬菜大多属于葫芦科，它们在种植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，例如它们的根系都很发达，因此如果盆栽种植的话，要选择体积大一点的容器。在植株生长阶段，偏重于追施氮肥，进入瓜果期后，则偏重于追施磷钾肥，并且在自然授粉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，尽量要为它们进行人工授粉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10类4月份可以种植的蔬菜，加上我前2期介绍的3月可种植的蔬菜，现在仍然可以继续种植。可以说4月是1年当中最忙碌，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间了。喜欢自己在家种植的菜友们，赶紧动起手来，别错过这个美好的春天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